这里是美丽的东山岛，这个东山岛呢属于福建省漳州市，这可以说是漳州人民的后花园啊。周六周天，很多人来这儿旅行啊，逛一逛，品尝美食。这个岛呢，因为景色特别的漂亮，很多电影电视剧也来这儿取景。阿星今儿来到这儿了，不仅看美景，重要是品尝美食。你看这景色多好看，一个海湾。这儿的景色还有这个海湾和海堤，让我想到了涠洲岛。那我身后有一个庙，这个庙呢叫真君宫，里边供奉的是保生大帝吴真人。在沿海城市啊，那除了信奉妈祖之外，有些地方还信奉这个保生大帝。为啥沿海城市啊信奉这么多神明呢？就是因为自古打鱼，这出海不确定性，这个危险太高了，说不定动不动小命就没了。所以说出海之前呢都要拜一拜神。当地有句玩笑话说，这个福建人去海外，这个签证呢不是最主要的，最主要啥呢？就2点，一个是父母同意，还有一个呢这妈祖得同意。统领人民市场，你看这几个字啊，都包浆了。再看旁边有一个酒楼，你看这字儿，好家伙，这特别的复古啊。那我来到一个地方，那最喜欢逛的就是市场，尤其是这种包浆的老市场。咱来看一看。在这个市场里呢，有一个当地的美食啊，一定要尝一下，算是东山县最有名的一个小吃，就这个烧剑灵。这家店是100年历史了，朱家烧剑灵。这个就是烧剑灵啊。对，这个就是烧剑灵。哇，这个外面白白的这个是什么？这个是猪的那个花油。哦，猪网油。猪网油里头是猪肉馅儿。这个烧剑灵啊，真的非常有特色。这还有个链子，这个大概要烧多久？20分钟。20分钟。真没见过啊这样的烧烤方式。哎呀，这种方式的话，就100年都是这样子。100年都这样子，以前是没有这链子，以前都是靠双手。靠双手。这是古法美食啊，这个炭就是炭火。这个如果要拿烤箱烤，就完全不是一个味儿。对，烤箱烤没有这种炭香，味道不一样。这个前头这个黑黑的是啥？对，那个是甘蔗。甘蔗。为啥要加这个甘蔗？加这个甘蔗能挡这个不要丢出去，也能
固定一下那个。啊，就是起到固定一下，我还以为有什么香味的作用。哇，因为有这个猪网油啊，所以一烤，你看这个油就滴下来了，感觉非常的香。它为啥要叫烧剑灵呢？这个名字好奇怪。这个名字本来就奇怪，以前呢，这个没读过书啊。我们这边的本地话，这个烧字代表热啊，烧代表热。我们这个是吃热的。啊，然后呢？啊，然后他就直接。也不知道他以前是有放那个猪心、猪腰，我们这边喜宴也好，白事也好，都是头一盘菜出去的。红白喜事头盘菜必须是这个。是。哦。现在里头是啥？是猪肉。现在里面是腿肉。腿肉。还有啥东西里面？各种调料。东西没货，猪肉、葱。哦，还有葱。对。除了这个烧剑灵，还有这个金钱肉，肥瘦相间的金钱肉，还有这个炸五香，这个也是猪肉是吧？对，也是猪肉。也是猪肉，这是一片肥一片瘦。一片肥肉，一片瘦肉。全部都是刚烧好的，这个是烧剑灵，这个是金钱肉，这个呢是海鲜肉管，都搭配了一点这个菜头、小咸菜。尝这个烧剑灵啊，好吃好吃，它是微微的甜味，然后里头呢有葱，裹了一整根葱，然后这样切开，里头的肉呢就是腱子肉，猪腱子肉，所以叫烧剑灵，这刚烧好。特别香，很嫩的，好吃好吃。原来是这种味道，太香了。这个金钱肉呢是两片在一起，这边是肥，这边是瘦，也是腌制过的。这些食材啊都是慢慢烧出来的，慢工出细活。配点香菜，这也好吃。都是微微甜味儿，甜咸，这个味道有点像广东的菜烧、叉烧那个感觉。再尝尝这个海鲜肉管，你看这个看起来有点像五香，它其实不是五香啊，和什么厦门五香、泉州五香、石马五香都不一样，人家就不叫五香，叫海鲜肉管，里头有很多海鲜，什么虾干啊、鱼肉啊，还有这些猪瘦肉，看，完全不一样。这个是咸的，我之前吃的那些五香全都是甜的，只是做法类似。喝一口热茶解腻，太好吃了，每一样都好吃。看这个理发店非常有历史，同陵理发店。这理发室有多少年历史？50多年了。50多年了。这凳子还是以前的。哇！椅子、凳子都全都50多年前的东西。这个也是50多年。你看呐，做的都那种。地板也是。地板以前是红砖的。红砖的啊，换掉了啊，换这个。现在理发多少钱？以前理发多少钱？哈，我们这个地方比较便宜。我们比较便宜啊。现在多少钱？以前是2毛钱。
2毛钱能理发，以前2毛钱。他一个月一个工资，我们像我们18块，18块啦，18块算是一个月的工资啊，都。我知道18块在当时算工资比较多，差不多。算一般。算一般的啦，18块。2毛钱理个发，一个月18块，一个月赚18块。现在理个发多少钱？20块，20。比一个头发比以前还要。2毛变20，这不是因为涨价，是因为这个物价变了。物价哈。其他地方都是30块、40块。我们这里最少的是20，其他你到别的地方都是最少的也20。关键是你们能把这个保持下来，这个非常了不起。很多就看不到以前的样子。再过一段时间就没有了。哦，那你们在下一代可能就不会再对啊保持这个了。这个都按靠了50多年了，靠了50多年了。啊，你这个都没有，这个啊，这个都是那个。你看这个损，这都换了一个。哎，就换了，断了，换了它。哇，你看这个风扇。哎呀，好有历史。50多年没有这个风扇了，50多年就没有了。你们不知道了，50多年这40年才有了，40年。哦，以前10个人，10个人在这儿，10个师傅在这里理。哦，10个师傅在这儿理发。对啊。那以前是相当的忙活，相当红火的样子。红火啊！对了，坐上去嘛。50年的，我坐上去试一下啊。50年的椅子坐上去感觉如何？啊，感觉相当的得劲儿，因为它很老实、很牢固的样子。哇，非常的稳。哎，如果要放倒了也可以的。还能放倒呢，现在。哎。怎么放这儿？这个。就是这样。哇，这个厉害。看，就是这个一放就起来了。上海造的。哦，上海造的。哎呀，厉害。那时候这个椅子，这个钉子，那个是顶头的。那现在这些配件啥的肯定是没了，只能自己维护了。那个钉子，那个椅子，那个是顶头。内藏玄机，你看，这还有个靠头的，反了，哇，厉害，包浆了啊！以前在那个年代啊，这个国营的理发店都是这个样子。哎呀，像是走到了电影里头。你看这个抽屉，还是这样子的。哇，不得了。那个50多年前那个工艺是不错的。啊。那个都是手挂的。以前的时候是这样子的剃，还是或者刮的，这样子是吧？现在是电动的。以前烫头怎么烫的？以前没有烫头。以前没有烫头。我们都是理男式的。我们这个地方以前没有烫头。我们以前没有了。这里都是理男式的。我们这边都理男式的，到改革开放以后才有烫头。改革开放以后才允许烫头啊！允许烫头发就是我们也没有理。以前没有，以前就是走资本主义。以前我们这个小地方是没有烫头。没有烫头，铁锹去那个去烧到红红的，就去烫。哦，以前那样烫。不是，最早的。最早的那城市才有啊。但是咱漳州的才有。哦，漳州才有烫头。烫头啊，其他。这人要想烫个头，得跑漳州去。哎呀，厉害！这真的能拍电影，我感觉。什么地方过来的？西安，陕西西安。哦，我们这些都是来拍电影、电视的，拍过了，那个跟我们胡的呢。拍过好几次了。这个相片是跟他们跟我们胡的。哦。我们自己没有去拿这个图案。开关之后就一目了然。我要是不同意呢？怎么？白帮主要变卦吗？开关之后，不是你要找的人，你必须给老人家跪下。
从怀旧的理发店出来呢，你看这还有照相馆，这整栋楼都是以前的。这条路叫团结路，除了这种老楼啊，还有一些新楼，新旧在一起的感觉。这儿是领导照相馆，这儿也是领导照相馆啊。跨过这个团结路啊，从这边到马路对面，这就是从怀旧到了现在。来到东山岛啊，还有一个小吃麦仔煎值得一试。哦，麦仔煎还能加东西啊？什么料的？你就是什么价位的哈？哦。来一个瘦肉的，来一个蟹肉棒的，来2个。它一个一个做的。它这个锅是中间先热，中间先热。对。不然的话可以做3个。哦。哇，刚出来特别热，像一个大大的饺子包了馅儿。这个麦仔煎呢，其实在台湾啊，还有东南亚的很多地方都有，属于闽南小吃。真好吃。这个皮啊，首先就有点那种煎饼的那个味道，因为它本身是面，小麦粉，然后面里头加了红糖。这个皮呢，吃起来有点像煎饼那种酥酥的那种面香味儿。关键是这个馅儿也非常的讲究，里头有肉、有蛋、有菜，满满的一兜。好吃。这里头呢还有白糖，还有花生，是甜味的，甜甜咸咸。这里是东山岛的一个海鲜市场，咱还是老传统啊，买点海鲜，找一个店儿加工一下，尝一尝东山岛的海鲜如何。来，哇，这海鲜确实挺多的，皮皮虾。哎，管他有脚。哎，我看这还有薄壳，这个怎么卖的15。给我来上1斤，15块钱。生蚝怎么卖？生蚝看你要哪一种就生蚝啦。大一点的这个5块。5块1斤是吧？这个10块。这个是10块1斤，这是5块1斤。这个5块也挺大的，这么大个，就挑大的拿。一样啊，那2种都是一样。这个更夸张，好大呀！扇贝怎么卖？扇贝算你7块好了。7块，来，把这个过去拿。你再拿点扇贝。哇，还在这碰呢。喷水呢？这个怎么卖的？那个18。
这是啥？雪蛤是吧？血哈，雪蛤，给我来1斤这个。好。还有这个带鱼怎么卖的？哪个？那个30块1斤。这个呢那35。35，有啥不一样的？有的是那花鲢的，有的是海钓的，这个是海钓的，那是花鲢的。给我来这个，这是你们这儿的特产是吗？东山带鱼。你再来一个就行了。一个就够吗？哦，一个都吃不了，一个。这个海鲜市场的价格还可以啊，这么多90，这些呢是78，8掌宽的带鱼啊，一会儿给它油炸了。来到东山啊，一定要吃的就是这个东山小馆，怎么卖的？30一斤是吧？给我来一点。微信收款28元。这个阿姨很有范儿啊。哦，可以了。54块。几个人？那个菜单里看得清。2个人哈。对，我也看。哦，白灼10块，爆炒15。是啊。价格挺好。不贵呀。可以。哦，对，油炸。油炸的。然后这个东山小馆炒一下是吧？这爆炒。爆炒对，要辣一点啊。啊，这个白灼。对，这个白灼。一桌子全是东山岛的特色。哎呀，这个店呢叫阔嘴海鲜加工，叫阔嘴就是啊嘴大，翘嘴就是东山大带鱼，东山小馆就是东山的紫菜，东山的薄壳，尝尝当地这个紫菜，当地的紫菜是非常有名。里头这个丸子呢是青菜丸子，青菜肉丸也是当地特色。哇，这紫菜的口感太棒了，又脆又有韧性。今晚你自己加吧。先尝尝这个东山小馆，也叫海兔，爆炒的，肉质很棒，主要是吃起来是 Q 弹，里边还能吃出来这种鲜甜味。8掌宽的油炸带鱼，煎的是两面金黄，最后呢还勾了些汁儿，好香啊，肉感十足啊，肉特别嫩。这大带鱼呢吃的就是爽，它刺儿少，一口下去全是肉。看里头这个肉非常的细腻，很嫩很嫩的。薄壳也叫海瓜子儿，当地呢叫土鬼，这个是沙茶炒的，当地的炒法。这玩意儿就跟嗑瓜子儿一样，好鲜。
这就是一个下酒菜。这个薄壳啊，它主要的产地就是福建还有广东。广东人呢就拿它炒9层塔，味道也很棒。来一个这大生蚝，哇！哎呦呦呦，这汤汁！哇，这个特别的新鲜。刚才撬的时候，我看这个大叔啊撬了半天，非常的紧。哇，这么大一块肉，滑滑嫩嫩，太肥了，看。哇！蚝中极品。哇，好鲜！哇！再尝这个扇贝。虽然这个扇贝呢肉不是很大，但是这个味儿非常棒。为啥叫雪蛤呢？就里头这个颜色是红红的，蘸点酱油芥末。哇，这肉都是脆的，脆脆的。这一桌子真的是吃到停不下来，太好吃了。最主要的是，在这个小巷里头，对面不知道谁还放的闽南的音乐，太有当地的感觉了。在来东山岛之前，我听说这儿有一个小吃叫做猫仔粥，我一听名字，好家伙，这是不是把小猫做成粥了？我一想，我一定要尝尝，哎，不是，我一定要查查啊，不是尝尝，是查查。拿手机一查，结果人家不是拿小猫做的，是拿别的食材。什么食材呢？味道如何呢？看这儿啊，这是鹿鼎猫仔粥，路边摊一家店。猫仔粥，哎，啊，猫仔粥好吃，我这一家40年的老味道啊。40年老味道。对对对。好好好，怎么卖？是1份20块的。1份20是吧？料每样都有加。山珍海味合在一起的。这么多料。对呀。来看一下，这么多料，每一个都有。鸭肉面、鸭肉粥也很出名。哦，鸭肉粥也很。在当地。哦。几百年来我们都是这样煮。熟米饭做的粥。现煮的米饭。这个米饭。对对对，现做的，刚做的。这个米饭已经熟了，很新鲜的，然后再做成粥。对对对。明白明白。高压锅。我们几百年的历史都是这样煮的。哦，几百年历史都这么煮。对呀，从南宋末期南宋末年的时候就是老手法，就是用高压锅做的，人家都要对电传统做法。对对对。这里面煮的还是肠子。哎，里面呢肠还有骨头。哦，肠子骨头。烧油。材料好多呀。对呀。食材丰富。
这一碗分量还挺足的。又点了一个他家这个特色是炒的鸭肉。这个大叔跟我说，他这个鸭肉啊，只有他家才能吃到这个味儿，独家秘制的啊。这个太烫了，咱先搁这晾着啊。给大家讲讲猫仔粥啊，到底为啥叫猫仔粥？它怎么来的？这个是40年的老店路边摊啊。这个大叔跟我说，40年来，每一个来这儿的外地人啊，很好奇，都要问他。所以说呢，他直接做了一个这个，拿手机一扫就知道了。我刚扫了一下，里头是个小文章啊，咱还用这是吧？咱做了攻略来的。我给大家讲一下这个文章是啥意思啊？在古代的时候，有一个秀才，这个秀才呢，也是一个富贵人家啊，他娶了一个媳妇儿。在当地啊，就有一个传统，就古代的时候，这个新媳妇儿进门啊，前3个月啊，也不知道前3个月嘛，还是前6个月，反正不能上桌吃饭。那吃啥呢？吃这个剩菜剩饭。哎，这个秀才呢，他是个好人啊，很心疼他的老婆。心疼他老婆怎么办呢？哎呀，也不能违反这个祖宗的传统，是不是？所以每天大家吃完饭以后啊，他就悄没声的到这个厨房里头做了一碗粥，用的还都是好的食材，什么海鲜呀、什么猪肝呀、什么瘦肉啊，各种东西啊，鱼丸往里加。然后家里头人就问他说：“你做这个粥干啥？”哎，这时候他很聪明，在这个集市上买了3只小猫，就说啊，我每天要喂猫，这猫呢就要吃啊这种什么海鲜啥的，这个粥。其实就端给他媳妇儿喝了。过了很多年啊，秀才也老了，他的老婆也老了。他这个老婆呢过60大寿啊，底下这子女儿孙都成群了，就问他说：“哎呀，您想吃什么，老太太？”这老太太就说：“我就想吃猫仔粥。”底下人就觉得很好奇，啥叫猫仔粥呢？哎，这就叫猫仔粥，就这么来了。哦，这是鱼肉，这个应该是鱼饼、蛏子、虾。还有牡蛎，哇，太多东西了啊！这还有小肠，还有猪肝，真的很多呀。反正就是摆了10几种食材啊，都有。哦，还有小猫，没有小猫。这都不能用鲜来形容了，这是混合的味道。本身它这个汤也是大骨汤。大骨汤里头啊还有鸭架，对，这个汤的味道能用2字来形容，就是浑厚，不能用鲜，浑厚。你看这一勺子下去多少种食材，还有蛏子肉啊，这个蛏子啊看着也很肥美。再尝这个炒鸭肉，我看当地人啊，吃这些肉啊之类的东西啊，都爱加点香菜。好吃，非常的筋道，然后呢，很咸，咸香，一股这种就大料的卤水味儿，但是又不能说用大料来形容。好吃，有点盐水鸭那个感觉。这个鸭肉为什么切那么小呢？就是因为它真的很咸，可以当咸菜来就这个粥。哇，这配一块绝了。味道好，这个汤非常浑厚，味道特别厚，很多种味道在里头。这个也很好吃，这个也好吃，咸香的。
拜。